好，好，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7到9级的高级词汇。那今天是2022年的3月9号，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是周三。每天晚上10点30分，理查老师会在 YouTube 还有脸书跟各位同学一起学习中文。各位同学，你们记得帮老师点赞哦 ，Give me a thumbs up， 帮老师点赞。然后，如果你很喜欢理查老师的频道还有视频，欢迎你分享给各位其他的朋友，让越来越多的人来看我的频道。那如果你还没有使用 Handbook 这个 Free Chinese Dictionary Application 的朋友，你可以下载这一个软件，然后呢，也可以使用我的邀请码 My Invitation Code VIP111，记得支持理查老师啊，支持理查老师。好 ，OK， 那老师跟各位同学打招呼。好，第一位同学是 Hardwin 小朋友，你好 ，Apakaba， 还有这个 Mingalaba Sikom 你好 Sawadee Krap 顺行小土豆欢迎 Norbert 小土豆 Ola 还有立新小土豆欢迎，还有美丽520，还有 Penguin 小土豆，还有玫瑰小土豆，还有贝拉尔 Assalamualaikum， 还有裴静Sawadee Krap， 还有 Sawadee Krap 的春娇，还有 Alice Press 宋平 Sawadee Krap 小土豆你好 Kartini， 还有 Amanda 你好，还有Vitro 还有花 Zara 花 Salam， 还有美丽帮我按赞了，各位同学你们记得 give me the thumbs up， 帮老师点赞好不好啊？好，桂芳说老师晚上好，谢谢桂芳小土豆晚上好。然后有来自脸书的朋友，好，脸书的朋友我看有谁哦？在脸书也可以看到理查老师的中文课。那脸书的朋友有SOK 你好，还有我们的是成龙吗？不是成龙，是这个 Anjaya Smile 你好，还有我们的 Blessing 你好，好欢迎这些脸书的朋友，还有维凯小土豆你好，还有 Jixi 老师好你好 ，Olala 你好 Olala， 还有谁？还有Brad 你好，对，今天比较难哦，今天是高级词汇比较难，大家加油。好 Sam 你好，还有汪海山小土豆你好 ，Sandra 你好 ，Grace 你好，还有我们的这个 Derek 好 OK 你好，好，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吧。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学习3个单词。今天要学习的是新 HSK 7到9级高级词汇。第一个单词是包袱，包袱。在台湾呢，我们会念包袱，包袱。那在大陆，你可以念包袱，你可以念轻声的包袱，包袱。那在台湾，我们念包袱。包袱。好，第二个单词是包容，包容。好，第三个单词是包扎，包扎。好 ，OK，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包袱。好，什么是包袱呢？各位同学，包袱的意思是 luggage。那不过我们比较常用的是行李啊，行李这个词比较常用。比较正式一点哦。好 ，Hello Teresa 小土豆 ，Hello Teresa， 还有我们的 Benny B 欢迎，还有向才。各位同学，如果讲到英文的 luggage， 什么叫做行李？如果你出国去旅行的时候，你要收拾行李，你要收拾收拾就是 pack， 收拾或者是整理 pack， 我们会收拾你的行李 ，pack your luggage。行李就是你出国旅行的时候，你要把你的衣服、把你的日用品放在一个行李箱里面啊，那个 carry on， 那个我们叫行李箱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在学习包袱的时候，也请你把行李这个字学起来。
好，那我们说行李箱就是英文的那个 carry on，carry on， 行李是 luggage or baggage，luggage， 那这个行李箱叫 carry on。好，阿能也来了啊。各位同学，你们出国的时候，出国之前，你一定要整理你的行李，你要 pack your luggage。老师的字拼错了哦 ，LU， 你要整理你的行李luggage。那这个那我们要把衣服、日用品放在行李箱里面 ，carry on， 放在行李箱里面。所以行李就是你出国的时候会整理的东西，叫行李。所以这个东西就叫行李，那这个箱子就叫行李箱啊，这个箱子叫行李箱。那我们口语 ，OK， 可以 colloquial Chinese， 你可以说包袱，包袱。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他明天要出国，他正在收拾包袱。好，各位同学，他明天 tomorrow， 他明天要出国。好，出国这个词你一定要会哦，出国就是 go abroad。好，他明天要出国了 ，he's going abroad tomorrow。他明天要出国，他正在，好，正在表示一件事情正在发生，一个动作正在进行，正在收拾就是 pack， 收拾包袱，他正在收拾包袱。你也可以说他正在收拾行李也可以所以包袱的第一个意思 the first meaning of 包袱 is 行李的意思 luggage or baggage。 好，包袱其实是古代，好，像才这个我等一下会说包袱现在的意思是行李的意思了好 Grace 说你只去北京3天，为什么包袱这么重？到底放些什么东西？好 OK， 我在机场报复了朋友，就把他Brain 你为什么要报复你的朋友？就把他的包袱弄乱了。好 OK， Juice 来了 Hello Juice， 好久没看到你了好 Juice。 好，各位同学，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是行李 OK，Actually, now we don't really say 包袱 in our daily life. We say 行李 because 包袱 actually is like an ancient usage. 以前的人在用的，以前的人的行李就叫包袱，这是古时候的人在用的包袱这个词是古时候的人在用的包袱这个词是古时候的人在用的，好，是古代的人在用的，我们现代的人比较少说包袱了。所以你现在说包袱，我们大概会想到的意思是行李的意思古代用的。好，这是一个古代用的一个词。现在你说包袱很少，现在很少说包袱了好 OK， 那各位同学，包袱的 original meaning 是 a bundle wrapped in cloth。你看这个熊，这个熊带的这个东西就是包袱这个就是真正的意思。The real mean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包袱 is something like this, a bundle wrapped in cloth. 好，各位同学，这才是真正包袱的意思。像这个就是包袱，这个也是包袱这两个东西就是包袱。好，各位同学，简单说，包袱就是一块比较大的布一块布然后呢，你把东西放在这里，然后你把这个布给绑起来，把这个布给绑起来。像老师现在呢，把这个布这样子绑起来，好，这个就可以叫包袱，大一点的了bigger one OK。 好，这个就叫包袱你把东西放里面之后，你可以把它绑起来，然后你就可以拎在手上，所以这个叫包袱。老师刚刚说的是拎在手上。好，你就可以把这个包袱拎在手上，就是拿在手上的意思拎就是拿在手上 OK， take on your hands， take in your hands OK， 拎在手上，这个叫包袱，比较大的。好，这个才是包袱真正的意思。好，这个才是包袱真正的意思。好的，所以各位同学，包袱
就是这个熊背后的这个东西叫包袱。好 ，OK。所以包袱有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东西，第二个意思就是老师刚刚说的行李的意思 luggage， 第二个意思就是行李的意思。好 ，OK， 那我们来做一道题目。我们会说主语收拾包袱 pack your luggage， 或者是整理包袱，一样 pack your luggage。好，一样的意思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道题目，包袱，大熊，然后出门，收拾。好，各位同学，这题答案是什么呢？包袱，大熊，然后出门，收拾。好，答案是什么？永祥说，大熊收拾包袱，然后出门。很好，答对了，非常好哦。好，梦梦来了，梦梦你好。米磊说，李查老师晚上好。好，阿能说，大熊收拾包袱，然后出门，答对了。好，玫瑰，大熊收拾包袱 ，pack his luggage， 然后呢，拎着包袱就出门了，非常好。Juicy， 大熊收拾包袱，然后出门，答对了。好 ，Norbert， 大熊收拾包袱，然后出门，很好 ，pack his luggage。好 ，Sicon， 大熊收拾包袱，然后出门。好，这个桂芳，大熊收拾包袱，然后出门，很好。还有 Zara， 大熊收拾包袱，然后出门。好，所以各位同学，老师再说一次，包袱的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用布把东西放在里面，把东西放在布上面，然后呢，你就把布给绑起来 ，wrap up， 把布绑起来。这样的东西就是包袱，比较大的包袱就是这样的东西啊。那第二个包袱的意思就是行李的意思啊，行李 luggage， 行李的意思。好 ，OK。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那各位同学，包袱还有 third meaning。The third meaning， 包袱的第3个意思蛮好用的，你们学起来。我们现在都会这样说了哦。包袱是 a burden， burden 中文怎么说？就是负担的意思，负担。所以包袱的第3个意思可以等于负担，负担。好的 ，burden。各位同学，这个词我觉得你可以，这个 usage 我觉得很重要，你们把它学起来。包袱的第3个意思 ，the third meaning of 包袱是负担的意思 ，burden 负担 ，especially like something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It's like your burden. It's like your mental burden. OK， 好，那这个各位同学，我把包袱收拾。Norbert， 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们收拾后面会加个起来。我把包袱收拾起来我把包袱收拾起来，比较少这样说Norbert， 比较少，我比较少听到这样的说法啊。好，第3个意思就是负担，就是 something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所以比如说学习中文是我的包袱，表示你不喜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你很烦恼的，你很不喜欢的，就是一种包袱。这是一种包袱好，那么我们会用的语法是主语成为，成为就是 become 的包袱。好，成为的包袱。好 become a burden to someone。 我们来做一道题目，不想，家人的，老奶奶，包袱，成为，好，各位同学，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哇，大家都写出来了，好快。好，我看一下好，海山说，老奶奶不想成为家人的包袱，不想成为
他家人的 burden， 不想成为家人的包袱。好，很棒。Malik 说，老奶奶不想成为家人的包袱，表示他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不想成为家人的 burden。很好。还有哈同学，还有这个维凯说，老奶奶不想成为，好，维凯，我们不是人家哦，是家人，家人。好，贝拉尔，老奶奶不想成为家人的 burden， 家人的包袱，家人的负担。好，萌萌，老奶奶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春娇，老奶奶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哦，有时候啊，老人家生病了，他就会这样说，哎呀，我不想成为我的儿子的负担，我生病了，儿子每天都要照顾我，哎，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我不想成为他的包袱。所以包袱在这里是负担的意思啊。好 ，Grace， 老奶奶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Abir， 老奶奶不想成为家人的包袱。好 ，Hardwin， 老奶奶，Hardwin 你写错了哦，老奶奶不想成为家人的包袱。好的，这里的包袱就是负担的意思哦。好 ，OK， 我不想成为公司大头儿的负担啊，公司的老板的负担啊。Bray 不想成为公司老板的负担。好 ，OK， 没问题哦。好，那么我们现在学习了包袱的3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行李的意思 ，luggage。第二个意思就是它的 original meaning， 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包袱。第3个意思就是 a burden， something you have to worry about。好，这个就是包袱的3个意思。好，那我们看一下第91个词汇。第91个词汇啊，包容，包容。各位同学，包容的意思就是去忍耐 ，tolerant。你去忍耐一个人，忍受一个人，而且你原谅他的缺点。所以各位同学，包容的意思就是 tolerant and forgive。包容的意思就是你忍耐这个人，这个人可能个性不好，有很多缺点，但是你不生气，你不会生气，你不会对这个人生气，你对他很忍耐，你对他很忍耐。而且呢，如果他犯错了，如果呢他有任何的缺点，你都会原谅他 ，forgive， 原谅。好，所以各位同学，包容常常是包容一个人，常常是包容一个人。所以包容后面接一个人，表示你真的很爱这个人，你会忍耐这个人，你会原谅这个人。这个人通常是你的家人，通常是你的好朋友，通常是你的爱人，所以你会包容他，因为你喜欢他，或者你爱他。或者是你的学生，因为你爱这个学生，你会包容学生的缺点或错误。所以包容一般都是包容缺点或者是错误。你不只忍耐这个人，而且你会原谅这个人，这个叫包容。包容。好 ，OK， 对，这句话太让人伤心了哦。好 ，Norbert 说，老奶奶永远可以打电话给老奶奶的媳妇儿，你每一个月得送$3000，让我哇，这个太贵了，这个老奶奶太贵了哦。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朋友之间应该包容与体谅。好，各位同学，朋友就是 friends， 之间就是 like between， 之间的意思其实应该是英文的 among or between， so it's like between friends or among friends。它的这个 literal meaning 是这样的，朋友之间 between friends or among friends。好，应该叫做 should， 包容就是 tolerant， 与体谅，与就是和的意思，就是 and， 与就是和，就是 and 好，这个与呢就是和的意思和的意思。好的，这个与就是 and 和，体谅我们都学过了，就是 understand。OK，understand。好 ，friends should tolerate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朋友之间
应该 should 包容与体谅。好，朋友之间要忍耐对方，而且如果你的朋友犯错了，你要原谅他，你要去理解他哦。好，那玫瑰说，可是我觉得过度包容 like over tolerant 一个人也不对。是的，各位同学，我们可以包容一个人，但是不要过度的 over too much， 不要 tolerant too much， 也不要过度包容一个人，适时的包容就可以了啊。我们可以说适度或适时的包容就可以了，适时的或适度的包容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包容不要过度包容。过度包容的话，这个人有时候会觉得，哈哈，你都原谅我了，那我就一直犯错吧，这样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很爱一个人，你可以适时的 ，OK， 适时的，什么写成包容，你可以适时的包容，但是不要 over 或者是 too much 适时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翻译成 properly， 你可以 tolerant properly， 适时包容，但是不要过度包容 too much， you tolerant too much 就是可以说乌克兰人不可以包容俄国的入侵我们不会这样用，就是可以我们一般包容会用在人身上比较多包容比较不会用在这里，我们说忍耐就可以了，乌克兰人不可以允许或不可以容忍。好，这里就是可以，我觉得用容忍会好一点，用容忍会好一点。好，就是可以，你这个句子要用容忍会好一点容忍。乌克兰人不可以容忍俄国的入侵俄国的入侵。好，不管他做什么，我都会包容他。Very good， 包容一般是用在人的身上比较多包容一个人或包容缺点所以 Juske 包容这个词，它会接的宾语比较 specific， 比较特定一点，比较不会用在别的地方好，等一下老师会教好，我们往下看。各位同学，包容这个词，我们会用的 object， 我们会用的宾语，一般是人，或者是缺点错误 mistake， 或者是错误 mistake， 或者是某一个人的缺点 flaw， 或者是一个人的个性 personality。好，所以各位同学，包容一般会用在这些东西上面不会随便乱用不会随便乱用。好，所以我们可以 tolerant 某一个人，包容某一个人，包容错误，包容缺点，包容某一个人的个性。好，那我们来做一道题目。我非常爱我太太，因为我非常爱我太太，因为总是我的缺点，她包容能。好，答案是什么呢？这题应该蛮简单的好，包容跟宽容意思差不多，不过包容的意思是忍耐跟原谅，宽容比较是原谅的意思宽容比较是原谅的意思不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不能容忍好，玫瑰说，我非常爱我的太太，因为她总是能包容我的缺点 ，very good。永祥，因为他不是我，因为他总是能包容我的缺点，累，他总是能包容我的缺点。好，这个包容跟宽容的意思其实差不多，他们是近义词意思差不多，都是 forgive 的意思好 ，Norbert， 我非常爱我的太太，因为她总是能包容我的缺点 ，very good。阿能说，我非常爱我太太，因为她总是能包容我的缺点，包容缺点。
好，各位同学记起来哦，包容错误，包容缺点，包容一个人的个性，不好的个性啊。好 ，Hardwin， 我的缺点总是他能Hardwin， 你要说，因为他总是能包容我的缺点啊。好 ，Zara， 他总是能包容我的缺点。好，还有谁？立新，我非常爱我的太太，因为她总是能包容我的缺点。好，桂芳，我非常爱我的太太，因为她总是能包容我的缺点。Very good， 很好啊。好 ，Secon， 我非常爱我太太，因为她总是能包容我的缺点。Good， 好，那么好，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啊。好。我们在学另外一个语法哦，主语对叭叭叭，对叭叭叭，保持着，或者是采取或者是采取包容心，或者是包容的态度。好，各位同学，这个语法蛮重要的，你把它学起来哦。好 ，someone 对一件事情。对一件事情记得用对 to something about something， 保持着就是 hold a kind of attitude， 保持着 or adopt 采取 adopt， 你也可以用 adopt adopt。 好，保持着包容心，保持着包容的态度。所以你对一件事情你很忍耐，或者你很开放 open-minded to something， you're tolerant to something。 所以各位同学，你对一件事情如果觉得这样很好，可以的，然后你觉得这样我可以接受 is acceptable， 可以接受，而且你可以原谅，你可以有开放的心去对一件事情，你就可以说我对什么什么抱持着包容心，我对什么什么抱持着包容的态度。各位同学，比如说像同志好了，有的人很讨厌同志，但是有的人觉得 OK， 同志没有什么不好啊，同志也是人啊，我们应该尊重同志。同志呢也是人，我们要 respect， 我们要尊重。那表示这个人呢对同志抱持着包容心，这个人对同志采取包容的态度，表示他接受，他觉得同志是 acceptable， 然后这个人是 respect and open-minded， 对于同志是 respect 尊重的，而且是开放的 open-minded。 所以各位同学，看你对什么事情你是采取的包容心，包容的态度，表示你可以接受，你不反对，你不讨厌这件事情你不讨厌这件事情，而且你甚至尊重这件事情好的，那我们来做一道题目。对宗教就是 religions， 这个对是 about or toward， 我的态度就是 attitude， OK， 态度就是你的 mindset， 你的 attitude。 好，包容，保持着，这里也可以用采取这里的保持着你也可以用采取 OK， either one is OK。 好，答案是什么呢？Grace， 我对宗教保持着这个 Grace 你要用这，保持着包容的态度。好，米磊，我对宗教保持着包容的态度。米磊不是保持是保持，不是保持是保持着。好，这位同学，我对宗教不是保持，是保持，不是保持意思不一样。Abir， 我对宗教保持着包容的态度。好 ，Rainy， 我压根对老婆保持着
不是保持哦，保持着。好，各位同学，你们都写错了哦，我们是保持着，不是保持哦，不是。我不用压根哦 ，Rainy， 我们不用压根，你就说我对老婆抱持着包容心就可以了。好，哈同学，我对宗教抱持着包容的态度。好 ，OK， 裴静，我对宗教抱持着包容的态度。好，非常好，我对宗教抱持着包容的态度哦 ，Norbert。好，各位同学，这个，所以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或一些观念，你是抱持着 like open-minded，I can accept that， 我可以接受，甚至你尊重，你就可以说我采取，我抱持着包容心，我对什么什么采取包容的态度哦。好像这个有的人对宗教抱持着包容的态度，表示他觉得佛教也 OK， 他觉得伊斯兰教也很好，他觉得基督教也很好，所以这样的人对宗教抱持着包容的态度。那有的人不可以，有的人是不能接受的，有的人是不能接受别的宗教的哦。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接受不同的宗教，那你对宗教抱持着包容的态度哦。好的，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没有哦。像老师刚刚说同志或同性恋，有的人是很尊重同性恋的 respect， 有的人是觉得open-minded， I can accept that。所以我们可以说我对同性恋抱持着包容的态度，表示这个人是接受的而且尊重的。好，老师刚刚说尊重，你们有没有学过尊重？就是 respect。哦，尊重。通常你采取包容的态度，表示你尊重这件事情，而且你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哦。好，可以了，了解。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第92个词汇，包扎。包扎，各位同学，包扎是什么意思呢？包扎就是呢，我们如果有人受伤了，a wound， 各位同学 ，wound 就是伤，受伤了，伤口。如果有人受伤的话，包扎表示呢，包扎的意思是什么呢？老师告诉你哦，包扎的意思就是，好有人支持同性恋，有人对迷信采取 OK 很好，有人对迷信抱持着包容的态度 ，good 很好。好，那这个什么叫做包扎呢？比如说理查老师的手受伤了，理查老师的手受伤了，那怎么办呢？理查老师就要拿出纱布，这个叫纱布，好像叫 gauze 吧，纱布。然后呢，理查老师就要把受伤的地方给包起来所以这个我们会用纱布或绷带，像这样的东西，然后把伤口给包扎起来，包扎起来。所以各位同学，包扎的意思就是用这样的东西，把你受伤的地方包扎起来。所以包扎一定要用在伤口，一定要用在伤口，不可以用在礼物，不可以。这个礼物我要包扎起来，不可以，礼物要包装起来，包装。所以这个 Norbert 问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包扎一个礼物？礼物没有受伤礼物并没有 injure， 礼物不用包扎，人受伤了才要包扎。那 Norbert 会问说，老师，那我要怎么说 wrap up a gift？ 我要怎么说 wrap up a gift？ 我们中文说包装，你其实也说包就可以了，包装。这个是 wrap up a gift。那各位同学，这个所以像 Norbert 说，可不可以包扎一个礼物？礼物没有受伤，你不可以包扎它。那礼物要包装起来，我们要把它包装 wrap up a gift， 或者我们说包起来就可以了。
帮我把礼物包起来，包装起来哦 ，wrap up， 包装起来哦。好，包装就是用很漂亮的纸把它包得很漂亮，把礼物包得很漂亮哦。那包扎是受伤的时候用的。那包裹是个名词，包裹 is a noun package， 包裹是个 package。好，那各位同学，包扎就是 to wrap up to bind up a wound 就是伤口伤口。好，那包扎一般是用绷带或者是纱布包起来。好，等一下老师会教你们什么叫绷带，什么叫纱布。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漂亮的护士用绷带帮她包扎伤口。漂亮的 Wow pretty lady pretty nurse 漂亮的护士用绷带。好，你看这个护士好漂亮啊。这个护士呢用绷带，这个东西绷带帮他来 help him 包扎伤口，把伤口包起来把伤口包起来。好的，漂亮的护士用绷带帮 Norbert 包扎伤口。Norbert 开心极了， Norbert 好开心，因为有漂亮的护士用绷带帮他包扎伤口。好 OK， 所以我们会说用什么东西帮什么人包扎伤口。好，包扎伤口好，有没有问题？打包跟包装是一样的吗？打包就是把它 packed。打包的话，比如说我们吃饭，去餐厅吃饭吃剩了，没有吃完，你可以打包，你可以请餐厅打包这个叫打包。各位同学，打包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在餐厅吃饭，哎呀，我吃不完怎么办？服务员帮我打包，服务员帮我打包，因为你食物吃不完，这个叫打包。包装的话呢，这个礼物你要用很漂亮的纸把它包起来 ，wrap up in like decorative paper。所以各位同学，包装的话是包装礼物，你会把礼物包得很漂亮，这个叫包装。打包的话，一般就是食物食物你没有吃完，你把它打包起来好，对，就像棒棒糖那一种的包装，对，没有错好 ，Grace 说，在学校我的朋友受伤了，我帮他包扎好伤口，很棒。好Rainy 说血流太多了 ，I'm bleeding too much，I'm bleeding， 血流太多了，你赶快帮我包扎伤口 ，Very good。好，那个护士正在包扎弟弟的伤口，很好。以前的中国姑娘把脚包不会这样说，我们不会说把脚包起来，我们说对，跛脚，跛足，这个我们好像叫缠小脚吧。这个 Brett 这个有一个特别的用法，我们不会说把脚包起来了，我们这个叫做好像叫缠小脚吧，缠足之类的，对。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用法好，他的手受伤了，我把纱布这个春娇纱布不是这样写，你写散步了，是纱布纱布好，纱布这个 Brett 说的这个是这个裹小脚就是以前中国的妇女会把脚绑得小小的，绑得很紧，然后变得很小这样子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事情好的，我们往下看。好，各位同学，包扎有两个语法。第一个语法是主语帮 someone 包扎伤口，主语帮 someone 包扎伤口，伤口就是 the wound 伤口就是 a wound 伤口。好 ，OK。
那第二个语法是主语用绷带，主语用纱布把伤口或把你受伤的地方，你可能手受伤了，你就把手包扎起来。你也可以把头受伤了，你就把头用把我们用把头 body part 头包扎起来。所以你可以说把伤口，或者是把看哪里包扎起来。好，那么我们来做一道题目。我们记得要先说用什么东西先说用什么，再说把哪里然后再说包扎起来。好，罗医师起来，把我的脚包扎，用纱布。好，这题答案是什么？类，罗医师用纱布把我的脚包扎起来。好，很棒。好 ，Grace， 罗医师用纱布把我的脚包扎起来。Very good。他受了重伤，我非要协助他包扎伤口不可。OK， 好 ，OK， 没问题。好，珍，我正在给他的伤口包扎。OK， 很好。对，这个叫裹小脚。对，这个叫裹小脚好 ，Malik， 罗医师用纱布把我的脚包扎起来。Very good。好 ，Brad， 罗医师用纱布把我的脚包扎起来。Very good。Abir， 罗医师用纱布把我的脚包扎起来。Very good。好 ，Halloween， 罗医师用纱布把我的脚包扎起来。很好好 ，Halloween 很棒好，还有 Rainy， 医生用绷带把缝补好的伤口包扎起来。很好，可以。好，罗医师用纱布把我的脚包扎起来。Good。裴静，罗医师用纱布把我的脚包扎起来。很棒。好，宋平，罗医师用纱布把我的脚包扎起来。很棒好的，我们再往下看。那各位同学，你们有人会问老师说，老师，纱布跟绷带是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它们有什么区别？好，纱布就是这样的东西，它比较薄，纱布比较薄纱布比较薄这个英文应该叫 gauze 是不是 gauze？ 纱布比较薄，它是一片一片的那绷带的话比较有弹性，它比较厚一点，绷带比较厚一点，而且会有弹性会有那个比较 flexible 一点比较有弹性那比较厚一点，这个叫绷带。所以英文绷带叫做 bandage所以这个两个东西是不太一样的。那纱布比较薄，像这个比较像纱布了这个比较像纱布，比较薄所以你看老师这个东西叫纱布绷带卷，这个东西叫纱布绷带卷所以纱布比较薄一点，所以它这种绷带是比较薄的绷带纱布绷带卷OK， 所以纱布是比较薄的，绷带是比较有弹性的比较有弹性的。好，这个念 gas gas OK， 好 gas 不是 ghost gas。 哎呀，老师英文好烂老师的英文太烂了这个念 gas 念 r 的音 gas OK gas 这个纱布要念 gas 好 gas 好，绷带叫 bandage。 好，各位同学，所以这两个有一点不一样好，我们往下看。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吧。今天给各位同学3道题目第一个题目，第一题，包容，包扎，包袱，我们的题目是，虽然他犯了错，但我还是愿意什么什么他。虽然他犯了错，
但我还是愿意他。这题蛮简单的哦，虽然他犯了错，但我还是愿意什么他。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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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贴伤可以用包扎吗？用贴的。这个我们创贴伤是用贴的，不是用包扎的，用贴的哦，贴上去就好了，贴的哦。好，包容包容包袱，不是哈德威，包容答对了哦，包容包容。虽然他犯了错，但我还是愿意包容他。好，永祥，虽然他犯了错，但我还是愿意包容他。这个永祥，第一句是男生，第二句变女生了。好，虽然他犯了错，但我还是愿意包容他。对，愿意包容他。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女孩子她犯错了，但是我没有生气，我忍耐，而且我原谅她。包容就是忍耐，而且原谅，我没有生气哦。好，虽然她犯了错，但我还是愿意包容她。对，就是原谅了她哦。这里的包容就是 forgive。原谅的意思，虽然他犯了错哦，好 ，C 控，虽然他犯了错，但我还是愿意包容他。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 ，Quiz number 2，第二题，包容、包扎、包袱。好，我们的题目是：我决定离开，因为我不想成为你们的什么？我决定离开 leave， 我决定离开，因为我不想成为你们的什么。好，这题也很简单哦。好，你看这个女生提着行李，这个女生提的东西叫行李哦，行李。这个女生决定离开哦，决定离开，她提着行李准备离开了，因为她不想成为你们的什么。好，包袱，包袱，包袱，我常常包容他，包袱，包袱，很棒。好，永祥说，我决定离开，所以我拎着包袱走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 burden， 你们的包袱 ，something you have to worry about。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包袱，答对。好 ，Alice Press， 包袱答对了。好，米磊，我决定离开，我拎着行李，我拎着行李要离开了，我提着行李要离开了，因为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包袱。好 ，OK， 知错能改就好。OK，Bruce，好，裴静，我决定离开，因为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包袱。好 ，Brad，我决定离开，因为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包袱。很棒哦，这个 lay， 我不想离开，我决定离开，因为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包袱。对，包袱也有累赘的意思哦，累赘很好，包袱就是累赘的意思。好，累赘这个词比较深啊，比较难一点，累赘就是包袱的意思。好 ，Pussy， 哎呀 ，Pussy，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Pussy。Pussy 说，容有很多意思，对，容有非常多的意思哦，有包容、容易，然后这个你可能要查一下 Pleco 了，容的意思太多，容还有脸的意思呢，容有简单的意思 easy， 容也有你的 looks， 这个也是容，容还有 tolerant 包容，容还有 contain 的意思，太多意思了。这个 Pussy 你可以查一下 Pleco， 它的意思太多了哦。好，毁容，对，毁容就把你的脸给毁掉了。哦，这个 drama 看太多了，毁容啊、这个你可能《甄嬛传》看太多了啊。不是容宽，是宽容哦，宽容。好，好的，对，负担或累赘都可以哦。好，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题 ，the last question， 包容、包扎、包袱。我们的题目是伤口前请先敷点碘酒。
伤口前，请先敷碘酒。好，伤口就是 wound， 前就是 before， 请叫 please。敷，各位同学，敷就是 apply， 敷就是这样敷点药在上面哦，敷药 apply some medicine， apply some 敷药，敷药。好，碘就是一点点，就是 some， 一点点，一些。碘酒就是这个东西，红红的这个东西叫碘酒。这怎么念呢？iodine or iodine 啊，这个怎么念？我真的不会念 iodine。好，碘酒就是这个红色的东西，它可以消毒哦。碘酒可以消毒啊，碘酒可以消毒。好，这个我们中文叫碘酒。那碘酒通常是可以消毒的，可以消毒。碘酒可以消毒啊。好，碘酒可以消毒，可以把细菌杀死哦，可以把细菌杀死。好的，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啊 ？Brad 说，包扎伤口前，请先敷上点碘酒。Good。哦 ，iodine。OK，iodine。OK， 好难念，我等一下去学一下怎么念 iodine。好，包扎伤口前，好，裴静，包扎伤口前，请先敷点碘酒，很好。好，这个宋平，包扎伤口前，请先敷点碘酒，很棒。好，米磊，包扎伤口前，请先敷点碘酒，很好。Juicy，包扎伤口前，请先敷点碘酒，很好。好的，没问题哦。好，贝拉尔，包扎伤口前，请先敷点碘酒。iodine， 英式发音好像是念 din， 美式发音好像念 die， 对不对？如果是 British English， it's like iodine. It's like American English, it's like iodine, right? OK。好 ，OK， 没问题了啊、哦。好，这个类同学，包扎伤口前，请先敷点碘酒。OK， 我们的答案是包扎。好，好的，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明天，各位同学，明天我们要跟 Tom 还有 Daniel 还有 Ben 老师一起来玩一些这个 talk show。明天我们来 talk show 啊。那最后呢，理查老师给你们一个 quiz。OK， 图也可以用图，这个用图也可以，用敷也可以哦，图跟敷都可以，涂点碘酒也可以哦。好，来，各位同学，请写出老师这个数字，请写出这个数字哦。各位同学，请把这个数字用中文写出来。好，请你用中文把这个数字写出来。好，来练习一下怎么写数字。啊，这个数字用中文写出来，12591，12591，请问中文要怎么写这个数字？好，来把它写出来。我们考试数字的考试，12591，请问中文要怎么写？12591，好。老师比较喜欢哪一个发音？我比较喜欢 American English。好，12591，请问中文要怎么写？哦，已经大家写出来了。Juice 可以说12591。好 ，Malik 12591，Cool。Rainy 12591，Cool。永祥12591。好，花 Zara 10万，不对，不是10万。好，类同学12千，No， 中文没有12千，12千就是12000，12千就是12000。
，AliExpress 12591，立新12591，然后春娇12591库，然后 Norbert 12591，Secom 12590，哎 ，Secom 你的500不见了，500不见了。裴静12591，好，你们都没有忘记哦，你们都没有忘记，好，很好，各位同学，这个12591不是，写出中文怎么说哦？15000，1万，哎，宋平你写错了，宋平写错了哦，再试一次，好，对，12591库。好，各位同学，现在理查老师呢都会要你们练习一下数字怎么说哦，因为这个有时候你们没有练习会忘记。那这个也是老师今天跑了数字考试，老师今天跑步跑了12591步，今天老师跑了12591步啊，今天老师有去跑步12591步哦。好，对啊，好久没有考试了，老师最近都会考试，会考你们数字，因为你们太久没有考了，你们都忘记了哦。好，那么明天记得来参加老师的 talk show，好，明天见咯，各位同学再见，拜拜。